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作为一名视频创作者，使用无线麦克风在音质表现差不多的情况下，你最不能忍的3点是什么？先说我的，第一，那肯定是连接稳定性不好，比如收发距离太近，或者正面接收是没问题，但逆转身，它就断了，不够可靠。第二，内录无法自动复写，或者干脆空间太小，录着录着它就停了，整段素材废掉。以及第三，发射端太重，拖拽衣服还影响观感。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对比评测2款目前1000元无线麦克风中少数能一下解决这3个痛点，以及接下来我会聊到很多其他问题的专业级轻量无线麦克风，大疆 DJI Max 3以及门马 Lark Max 2代，帮大家分析分析它们各自的优缺点以及独特之处。这一视频呢，我是同时使用了这2款麦克风来进行录制，所以在视频的过程中呢，我会不断的切换音源，让大家对这2款的音质有一个直观的对比。当你听到这个音效时就是我切换音频的时机。OK， 我们先来看看这2款产品的外观。这里我需要提一下的是因为我是在加拿大，所以购买的是海外版的门马 Lark Max 2。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logo 是跟国内版本不一样的，这边叫做 Hollyland， 但是硬件是完全一致的。这2款麦克风呢，我手里的都是最常见的双发一收套装，标配都有一个收纳包跟充电盒。其中我们可以看到 DJI Max 3的盒子要比门马 Lark Max 2稍大一些。但是这里大疆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的充电盒中可以放下几乎所有需要用到的配件，包括3.5毫米连接线、磁吸模块以及防风罩。出门拍摄时呢，不用担心忘记带某个配件。而 Lark Max 2这边呢，就必须把东西都装在便携包里了。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配件区别，就是 DJI Max 3呢有一个可更换的 Type-C 插头，可以换到接收器上，用来连接手机、电脑等 Cisco 设备。其中发射器本身也支持通过蓝牙来连接手机等设备，而 Lark Max 2呢，则是单独提供了一个不带屏幕的精简版 Cisco 接收器。在数据传输方面呢 ，DJI Max 3呢是直接支持通过充电盒上的 Cisco 来传输数据，不需要将麦克风拿出来。而 Lark Max 2呢，则刚好相反，充电盒上的 Cisco 就是纯充电用，导出文件呢，则需要连接麦克风发射端上的 Cisco 来实现。所以就是充电盒的设计上，我个人会更喜欢 DJI Max 3一些。接着看看麦克风本体，作为支持32比特浮点内录的无线麦克风，2款都做得非常的小，正面看几乎都注意不到。不过大疆的 logo 相对来说呢会更显眼一点用的是白色的高对比色，加上稍微有点透明的外壳设计，颜值非常高，没错。但是有时候在拍摄时，我会有点，我好像是不是在给他们打广告的感觉，存在感呢也会稍微高一些。而门马的 logo 呢，则是灰色磨砂质感，相对来说更克制一些更不容易被注意到。重量上 ，DJI Max 3跟 Lark Max 2分别是16克跟14克都很轻，加在短袖 T 恤上呢，不会造成衣领的拖拽。两者呢也都支持领夹跟磁吸2种佩戴方式。领夹方面呢，2者都有一定的创新门马是一个2段式的快夹设计，佩戴起来很快很方便。而大疆呢，则是可旋转调节角度，能够保证麦克风时刻都正对着音源。不过门马的磁吸配件呢，我想小小的吐槽一下，因为它是通过安装一个硅胶的小壳来实现的，而这个壳它放不进充电盒。不过 Lark Max 2呢还附赠了另一个 Cisco 配件，安装以后可以用来连接其他的有线麦克风，将其变为无线。续航方面2款都在8小时以上，其中 Lark Max 2的绝对续航更久，有11个小时，但是大疆支持快充。如果在拍摄前忘记充了，它的发射端充电5分钟就可以使用2个小时，并且搭配充电盒使用的话，2者的总续航都在25小时以上。平时应该不太会遇到电不够的情况。在收音距离方面，我现在是站在距离麦克风大概30米的距离我也想测得更远，但是后面实在是没有路了。如果大家现在能够清晰的听到我所说的内容，那么说明它的这个收音距离表现还是不错的。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门马的 Lark Max 2代，看看它在相同距离下的表现。这款官方标称的最大传输距离是340米，比大疆的稍微少一些，但说实话，对于实际拍摄，我感觉区别不是很大。除了距离测试以外，我还想看看这2款麦克风的抗干扰能力。毕竟像展会发布会这种地方，空气里全是2.4G 赫兹信号 ，WiFi、蓝牙什么都有要是这个时候掉链子，那再好的音质也没救。在家里呢，虽然我有3个路由器、8台电脑，还有不少的其他设备，但是说实话，还是比不上现场那种无线大战的氛围。于是呢，我就请出了一个老朋友信号干扰界的终极 BOSS，
微波炉。经常上班的朋友都知道啊，每次中午有人打开微波炉热饭时，这个2.4G 赫兹的 WiFi 啊就有概率卡成 PPT， 因为它的工作频率呢大概在2.45G 赫兹，刚好和 WiFi 还有很多无线麦的频段重合，所以通过近距离使用微波炉啊，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模拟复杂环境下的抗干扰测试。OK， 现在出场的是大疆的 DJI Max 3，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信号干扰器平替正在我的旁边运行。根据我之前的测试结果，我猜测它的表现应该是不错的，因为 DJI Max 3呢是加入了类似路由器的自动跳频功能，除了支持 2.4G 赫兹的频段以外啊，它还支持 5G 赫兹的信号传输，这也让它几乎免疫所有的 2.4G 赫兹信号干扰啊。微波炉这回是遇到硬茬了。现在我们切换到门马的 Lark Max 2代，依旧是在微波炉旁边。虽然 Lark Max 2呢，它只支持 2.4G 赫兹的信号传输，但是呢，它也是有自动跳频功能的，可以随时切换到这个干扰较少的信道。所以呢，根据我之前测试啊，它也是可以通过这次微波炉测试的。不过理论上来说，如果是大型发布会、展会之类的场景，现场有成百上千设备抢信道的话，同时支持 2.4 与 5G 赫兹的 DJI Max 3呢，应该会表现得更稳定一些。除了信号以外啊，两款麦克风在音频的传输方面也是各有高下。两款都支持32比特浮点内录以及48千赫兹24比特的音频传输，其中大疆支持无压缩以及还原处理的无损音频传输，让音频在传输过程中啊有更好的低频高频表现，达到高保真的效果。而 Lark Max 2呢，虽然不支持无损传输，但是当通过接收器的 C 口连接 iPhone、iPad 以及 Mac 设备时啊，可以实现32比特全链路的音频传输，达到更高的动态范围，降低爆音与声音过小的风险。所以接下来呢，我录制了一段大提琴的现场音频，大家可以分别听一下这两款麦克风在连接相机录制时的效果。另外两款麦克风呢，也都支持主动降噪功能。现在我们是在车上，正在高速上行驶，这个环境它的噪音还是挺大的，所以刚好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两款麦克风它自带的这个主动降噪的效果。现在我的左边呢是门马的 Lark Max 2，右边是大疆的 DJI Max 3。目前大家所听到的音频呢，我还没有开启降噪，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自然录制的无处理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之后呢，也可以做一个对比。现在大家所听到就是这个大疆的 DJI Max 3的 Basic 弱档的降噪效果了。这里呢 Max 3呢是有2档不同的降噪，除了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 Basic 弱档以外，还有一个 Strong 强档。一般来说呢，弱档比较适合像在室内这种噪声比较小的场合来拍摄，比如说呢来降噪像空调风扇这样的白噪音。我也不太确定就是像这种在高速公路上飞奔的场景，它的效果会怎么样啊？这个视频前的朋友们可以自己来评判一下。然后现在呢，我切换到了门马的 Lark Max 2代，它的降噪呢也是可以调节的。不过跟大疆不同它的这个调节算是一个无级调节吧，可以调节呢从5至25分贝的降噪。我们现在呢是开在10分贝的档位，我们用它呢来对标大疆的这个 Basic 弱档看看它们这个对比的表现如何。说实话，在前期录制的时候，无级调节呢可能对于团队拍摄来说会更好用一些，毕竟作为团队呢，一般会有一个人来专门的这个监
听音频，并且随时调节这个降噪的档位。但是像我这种个人拍摄来说，这个无极就有点抽象了，就很容易纠结，我到底调到哪一个档位？因为在拍摄的时候我自己是听不到的嘛，我可能会更喜欢像大疆那样，就是你直接给我俩预设，我就选一个就完事儿了。所以就像之前所说我们今天会用10分贝来对标大疆的弱档，然后用25分贝来对标大疆的爽强档。我找一个非常极端的降噪测试场景我身后是一个瀑布，我离它大概也就只有2到3米的距离在这里我是几乎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的。我们现在可以听一下，就这2管麦克风，它究竟能不能胜任这样的一个录制场景 ？OK， 那我们现在切到大疆的 DJI Max 3，开启了 Strong 强降噪模式。大家现在可以听清我在说啥吗？那我们现在切换到门马的 Lark Max 2，我现在是开启的最大的档就是25分贝档位的降噪模式。大家现在可以听到我在说什么吗？我们这个位置现在还是有一点危险所以我们这个测试就先到这里。这里呢，我也跟大家简单聊一下，就是我对于这种前期降噪功能的看法。因为我个人大部分时间呢，其实是不太用这个功能的，或者平时最多呢是开到这个弱档的档位。我更喜欢呢前期录制一个更加无修改的音频，因为我比较担心，有时候这种降噪它会不会不小心把一些我本来想收录的一些环境音也给降没了，所以更习惯于呢是在后期中自己加一些降噪，这样我会觉得它更可控、更放心一些。但是呢，对于一些时间比较紧的项目，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后期时间。然后这个前期的降噪功能呢，在这种时候确实是会帮助大家节省一些后期的时间。因为大疆的 DJI Max 3呢，在内录时是可以保存2个版本的，一个是未修改的版本，另一个是经过麦克风自动降噪后的版本。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会有一点点的优势了。比如呢，你可以在前期的时候开启降噪跟双录，然后在后期时呢，先采用这个降噪后的版本。但是如果有哪个部分你觉得它降噪降过了，把你本身想要收录的环境音给整没了，或者呢这个人声部分出现了较大的失真，那么你可以单独呢把这个部分换成未处理过的音频，再手动的进行一个后期的降噪处理，这样呢可以2个版本一起使用比较双保险一些。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实用的设计。好了，那么降噪效果差不多就测试到这里。所以大家可以告诉我你觉得哪一款的表现更好呢？总的来说在中低噪音的场景下，我认为2款麦克风的表现还是比较接近的，没有哪一款明显强于对方的情况。但是在那段瀑布场景比较极端的情况下，当2款都开启了最强降噪档的时候， DJI Max 3给我的感觉呢是在人声失真方面更少，表现得更好的一款。同样在人声处理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你在录制时由于声音响度差距较大，造成有的部分声音太小，有的部分有太大的情况。过去来说呢，我都是通过后期来拉音量处理。但是这次 DJI Max 3有一个动态控制增益的功能，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它会自动均衡你整段的音量，实现响度平衡，让你的口播呢一直保持在差不多的音量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在PR 中的音频波形，最上面呢是这个 DJI Max 3原始的音频，中间是它开启了动态控制增益后的音频，而最下面则是 Lark Max 2开启自动增益高档的音频。可以看到中间这段它整体的波形要明显更平均，听起来响度更加的均衡，完全不需要任何后期处理就有很好的人声效果。对了，开头我不是提到过这个自动复写的功能吗？没错，这2款都是支持内录空间满了以后自动复写最早的音频的。其中门马 Lark Max 2呢是有8GB 的内置存储空间，能够录制32比特浮点音频10个小时，而 DJI Max 3比较离谱给了32GB 空间，同样的参数能够录制40多个小时。我感觉是很难用到复写功能说实话。对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当你通过麦克风内录了一堆音频，在后期处理时发现，这个素材太多了，我该怎么一个个对齐好在呢，这2款麦克风都支持内录时间码功能。Lark Max 2呢支持兼容性最强的 A-Out 模式，将时间码写入相机的左声道，任何相机设备都可以使用。而 DJI Max 3呢，除了同样支持 A-Out 以外，也支持一些需要设备本身支持，但是不占用相机本来声道的 L-Out 以及 L-In 模式。在导入到剪辑软件时呢，只需要选择通过时间码对齐，就可以自动同步每一段素材了。OK， 以上呢就是我个人在选择麦克风时比较注重的几个维度。另外还有一些我个人可能不太常用，但是2款麦克风各有高下的地方。
首先就是 Lark Max 2是支持使用自家 OWS 监听耳机来实现100米内无线监听的，无论是对于团队还是个人创作者来说，都是一个挺方便的功能。不过需要注意啊，就是这个无线监听不支持在4发一收模式下使用。然后这个耳机单买的价格是349元，而大疆则需要将耳机通过3.5毫米接口接入接收端或者相机本身才能实现监听了。不过在群组录制方面大疆会更有优势一些。相比起 Lark Max 2呢，最高支持的4发一收 ，DJI Max 3因为同时支持2.4G 赫兹与5G 赫兹双频段，它可以实现4发8收的群组录制，将7枚从接收器配对到1枚主接收器时，可以实现各自录制不同或者相同的声道，并且独立监听，很适合拍像这种访谈或者综艺这些人比较多的场景。最后就是大疆还有一个独有的生态优势，可以在无需接收器的情况下，直连一些他们自家的拍摄设备，实现高质量收音，比如 Osmo Action 4、5 Pro、Osmo Pocket 3以及最新的 Osmo 360。所以对于拥有这些设备的朋友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加分项。好了，以上就是我能够想到的所有的对比维度了，应该是这个全网最全的了吧？当然，我毕竟只是一个人肯定还会有一些没讲到的地方，欢迎大家在弹幕以及评论中补充。总的来说呢，两款麦克风都是1000元这个价位下堆料非常多的专业级轻量麦克风了，都能够胜任绝大多数的拍摄场景。当然，大疆它作为后出的产品确实是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价格也要高一些，所以堆的也更多一点点这里我就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的推荐方式，大家可以根据你们对于每一个维度的优先级，以及今天视频中提到他们各自的优缺点，来选择更加合适自己的一款。希望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好了，我是菠萝，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